在16岁的时候，甜品店做过，还有收银员也做过，一天下来要站接近10个小时，2年多兼职的积蓄，最后我还存下钱来交了我大学第1年的学费。嗨，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在之前的一期视频分享了我在12岁的时候和家人来到了美国，直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美国生活有12年了。那在那个视频里面呢，我收到了一些评论，还有以及平时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他们出国留学或者是在国外生活的故事的时候，总会有人觉得能出国的人就是很厉害，家里很有钱。虽然不排除现在大部分人出国留学都是靠家里资金的支持，但也有人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获得机会，加上平时他们存的钱才可以出国。那我自己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是个普通人，家里也很普通，都是通过父母努力奋斗出来，才能有今天的我。我知道身边有些留学生的话，父母的钱就是觉得心安理得，他们也不懂得每分钱都是父母赚的辛苦钱，然后呢就会大把挥霍。我自小知道自己很普通，也不喜欢向父母伸手要零花钱。每次看到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后，我还向父母要钱，就觉得自己很丢脸，就是做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且要是我通过自己去兼职赚的钱的话，会更加有话语权，更加的自由。那在美国的公立初中和高中呢是免费的，所以在我上了大学后，我会找各种机会去申请不同的奖学金，加上我自己之前兼职存下来的钱，想要去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比较要强，不习惯向任何人要钱，所以今天的内容比较特殊。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我这段经历。以标题所见，就是我在16岁的时候，自己周末出来在餐馆兼职，并且用2年多兼职的积蓄支付了自己大学本科第1年的学费。当时16岁的我跟所有人一样，对钱是没有什么概念，也处在于爱美爱玩的时期，总想着逛街买漂亮的衣服，买化妆品，和朋友出去吃东西。我父母呢是每2个星期只会给我20块美金的零花钱。你们想一想，这20块钱可能我一天出去吃个饭买个奶茶就差不多也花完了。每次和朋友出门呢，我可能就是最抠门的那个，甚至是要到别人请我喝奶茶吃饭我才愿意出去。我真的是连一点点钱都舍不得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想自己去赚钱，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再也不用抠抠搜搜的花钱，自己赚的钱呢可以大方花。其实在美国这边呢，只要你满16岁后去教育局领一个工作许可证，你就可以出去兼职了。在美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就开始挺独立的了。当时我身边记得有好几个朋友也是16、17岁就出来兼职，在奶茶店工作。那我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呢？就是我自己去街上那个报刊上面找的餐馆工作。之后呢，我还做过 buffet 自助餐形式，甜品店做过，还有收银员也做过。一开始呢是只做周末兼职，但是如果是学校放暑假的话，我会去远一点包吃包住的餐馆做全职。当时呢是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开 buffet 店，所以呢暑假会去到他们的店里去工作。说实话，刚开始在餐馆工作，特别是在 buffet 店里工作的话， buffet 是很忙，你几乎就是要端饮料、端盘子、收盘子，就是你得要来回走动。然后呢，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如何快速收盘子，还有2个手拿5、6杯的饮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当时我自己听到的时候还在郁闷，一只手拿3个饮料是真的可以吗？但是后来做久了之后是的确可以，就是这边夹一个，这边夹一个，这边夹一个，然后3个这样子再挤，然后就端饮料。那在平时周末兼职的时候呢，一天下来要站接近10个小时，每次工作呢都是到11点多，家里人那个点都已经睡了，我才刚到家。有的时候呢的确很累，也想过放弃，但每次拿到可观的小费的时候，我就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然后我又想了一下，自己可以去买一直以来想要买的口红颜色，还有一直想要的一条新衣服。当时我真的是每个星期都会买一支新的口红，所以我在那个时期我对口红的狂热度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过了几年后，我形成了这个极简主义的这
种生活方式，也是觉得当时自己太疯狂了，就是化妆品各种买。反正呢，我通过自己的双手去赚钱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满足和开心，感觉似乎累也是值得的。这样子的生活呢，持续了很久，直到在我高3还有1年才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家里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然后就离开家里，就是所谓的离家出走，在外面呢住了3个月。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兼职工作了很久，有积蓄也有底气，才敢自己出来。如果不是我已经很独立，能自己赚钱，可能我还在家里被压迫着。然后当时呢，我是租了一个亲戚的房间，每个月我要交的房租大概是500多。后来呢，我就找到了一个新开的冰淇淋甜品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仅是全职读书，而且每天放学就是全职上班。大概放学的时间是4点5点，然后5点之后就去上班。那平时的作业呢，都是在课间休息或者是我午休的时候抓紧把它做完。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体验到了为生活奔波和忙碌。每次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如果我不继续坚持，就会没有人给我付房租和交生活费。因为当时公寓呢是没有洗烘干机的嘛，我每次呢就是必须扛着一大袋衣服走路，走10分钟走到一个洗衣店。为了让自己省钱又不饿死，还能活得好好的，就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学会了讲价还价，开始学会做饭。我在能完全资助自己的生活情况下，全职工作加上学校当时要申请大学的过程，最后我还存下钱来交了我大学第1年的学费。那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也是让我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独立，一直到我现在这个状态。那正因为这段经历呢，也让我变得越来越独立，明白了只有自己有能力了，你才能有底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说离家出走这件事放在网上不是那么的好听，但是也是正因为我离开家这3个月时间，我能兼顾学业，兼顾工作，还能去让自己活得好好，起码没有饿死的情况下，我还能越来越独立。这一段完全让我独立的这段经历，真的很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如果我有家庭有孩子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分享。那我讲了那么多，最后还要讲一句话呢，就是很多人对于那些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海外生活、出国留学的内容，会觉得那都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又或者是在网上其他人给你分享他们在生活里在海外那种光鲜亮丽的一面，每天奢侈品买一买，豪车坐一坐。但是不要觉得出了国的人是有多了不起，是有多幸运、多简单、多轻松、多有钱，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有多好，因为会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在为生活努力，为自己想去的名校奋斗。其实背后呢，他们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心血，才能到他们的这一步。偶尔呢，也会有孤独的时刻，所以我们不要想着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好，而是要去看他们生活背后的不易。好了，那这就是第2期关于我在美国10几年生活的这一个小故事。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加收藏。每周5 9点更新一个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